凤凰10号上百道早餐挑战你的选择困难症，带你吃一餐环游全世界。超推荐的欧姆蛋搭配圆形鲑鱼，只能给满分。来式咸豆浆，多种配料任你搭。意大利黑胡椒蛋菜就是这个味。美式维吉尼亚火腿搭配盐菇超喜欢。东式川味辣螃蟹超浓厚。德式猪脚双吃，你喜欢炖的还是烤的？港式骨汁排骨烧麦，样样都吸睛。粤式料理酸酸辣辣，超刷脆。法式甜点你能拒绝？日式美味你能忍？韩式料理就是要炸酱面。什么？结束还可以外带星巴克？凤凰10号让你吃一餐饱3餐。各位观众，加爸呗，我是冠老板，我是餐盘先生。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来二访凤凰酒店的早午餐buffet。平日的用餐时段可以从早上7点到下午1点，任选时间2小时哦。我们就 Let's go。来，门在这边，门在这边。我们第一站来到美国维吉尼亚州，今天的第一盘呢，就是所谓的维吉尼亚炉烤火腿排。我搭配的是它的这个鲜菇沙拉。那这个鲜菇沙拉，我刚仔细看了一下，它还有现切的生火腿。早餐可以吃到这个炉烤火腿，真的就非常的爽，就开吃吧 ，Let's eat！ 我在拿炉烤火腿的时候，通常都会瞄准那个有脂肪的部位哦，因为这个炉烤火腿呢，它是经过腌制之后再炉烤，通常它的水分不会很多，所以我喜欢搭配油脂，然后一定要淋酱。今天搭配的是蘑菇酱，来啊，开吃啦！也蛮推荐搭配一些配菜的哈，一些有一点湿润的沙拉，然后再搭配它的火腿，特别爽啊！再来，这个沙拉上面有一些生火腿，这个我非常爱。2种火腿强联手，哇，烟熏味的更香，口感更软嫩。这边的这个炉烤火腿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吃，但我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个自己喜欢的沙拉。它这边有大概5到6种调配好的沙拉，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这个鲜菇沙拉，搭配这个生火腿，非常好吃，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出发到德国去啦，来看一下。好，我们最经典的德式猪脚用烤，这边还有一个是煮的，这是一个在德国阿尔萨斯地区所喜欢吃的。那它的部分也是搭配这个德国酸菜。另外呢，德式香肠也是经典啊，它在我们的餐台上呢是跟猪脚炖在一起，所以它也是有这个酸菜的香气。最后一道呢是它的德式起司面疙瘩，这个起司跟白酱面疙瘩一起炖在一起，最后面撒的是洋葱酥。Good day, appetit！ 老板，你这个语言我怎么听都觉得哪里怪怪的。那个昨天 Google 翻译帮忙翻的啦，不要这样好不好？很难记耶，要记10个。先来吃面疙瘩哈，上面有一个脆脆的起司层。这面疙瘩呢，感觉是手工捏出来的啊，浓郁的奶香加上它的表皮的起司跟这个洋葱酥的这个酥脆感，越嚼越香，蛮好吃的。再来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香肠类型啊，不管是台式的、德式的、长的、短的、胖的、瘦的，我都喜欢。这个德式香肠蛮厚实而且多汁的，唯一一个可惜的点，我个人更喜欢它的皮有那种脆脆的那种感受，这一款没有，有点可惜。应该是我觉得它有分切的啦，对它那个脆度跑掉了。我觉得它可能去割掉了。来，我们来开吃德式猪脚。德式猪脚重点是它的脆皮，但是瘦肉也是要，所以我拿了一块瘦的，
一块脆皮，来再加上黄芥末跟德式酸菜，哇，一口闷一口闷。会看咸菜，有人等下爆个脆生，不会啦，开吃。非常脆。不是非常的脆，是你爆的对。没有，真的很脆，那个脆皮的焦香，整个充满了我的口腔，还有那个酸菜微微的酸跟那个甜，蛮好吃的。只要后半段那个猪肉、瘦肉的地方的那个香气跟甜味就出来了，非常好吃。还有那个猪肉边边的那个筋，脆脆的哦，我也很喜欢，非常有层次感的一种吃法。一口闷，推荐给大家。再来是它德式的炖猪脚系列，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所以我个人也非常期待。既然刚刚烤的版本我是一口闷，那么这个炖的版本呢，我也不客气啦。炖猪脚的口感就跟我们台式卤猪脚或者是猪脚面线的口感很像，尤其是这个猪皮的部分呢，含进去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非常好吃。哇，这些爱吃猪脚跟控麻的人一定要拿起来，那个绵密跟微韵的那甜甜的香气很好吃。再来就是它的风味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用德国酸菜去炖的酱汁，它有一种发酵的香气跟这个甜味，蔬菜的甜味，我觉得跟猪脚搭起来呢，降低这个猪脚的腻感，我也觉得这是不错的选择。2个难分轩轾我都要。老板吃咸豆浆加什么？辣油。第一个我吃咸豆浆不加辣，我喜欢酸一点，所以这边搭配的白醋呢，我喜欢有一个1匙半，搭配一点点酱油香半匙。那我喜欢的配料，油条一定要的啊，有2种口感，泡软跟这个刚泡下去的口感。葱花是一定要的，葱花也是提供口感跟香气。我自己个人喜欢这个虾米的那个味道，黑皮的味道。油葱酥也要吧？我不放油葱酥，菜包要吧。然后呢，这一区少了一个我想要加的东西，叫做肉松。但是，过来，这个青州小菜区刚好有肉松，我自己个人也蛮爱加肉松的。有那个感觉了。好，待会就要凝固了。大家喝豆浆是凝固派，还是喜欢它搅碎的那一种？接下来呢，飞了这么多国家，我们要回到台湾啦。台湾这边有我们这个早餐最常见的咸豆浆。刚刚去那个豆浆区 DIY 的，再来是呢一标啦，它是用麻油跟姜去炒出来的。它上面写川味藤椒口味，我看起来有一点像是类似酸辣鱼最近很流行酸辣鱼的这种调味方式，你就开吃吧。这个乌鱼标的这个咸香，然后带一点点咀嚼感，我觉得表现相当不错，特别是那个月角那个乌鱼特有的那个浓郁的香气。尾韵非常的棒，我觉得有点可惜。我在吃到饱餐厅里头吃到乌鱼标，通常那个熟度都会稍微比较熟一点，它不敢做的太深。但是我喜欢那种黏滑入口即化的口感，那可能只有妈妈的味道。我觉得没有办法，因为在吃到饱里面那个熟食的新鲜度是很重要的。像这种要是它处理不好，有的肠胃比较弱的人可能就会受不了。对，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做熟一点点这样。对，没错，他们比较保守啦，对不对？妈妈才敢做不保守的，反正小孩拉肚子他也不会管。OK， 我们来吃这个藤椒螃蟹，它的螃蟹 size 也不错哦，感受一下。螃蟹也是蛮好吃的，
新鲜度没问题，肉甜多汁，确实口味上有一点点辣，尾韵现在我觉得这个嘴唇有一点麻麻的，麻香也蛮丰富的，再带一点点酸菜的酸，好吃，推荐给大家。再来是我们的咸豆浆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完美的凝结了起来。想问大家，你们喝咸豆浆是拌还是不拌？我个人是拌派的，因为我会觉得说下面的调味料要把那个均匀的分布在每一个豆花上面，这样子吃起来比较爽。来，开始了。这边用的豆浆，那个豆香非常的浓啊。刚刚我调味料这么多，我还是感受到这个满满的豆味。那我刚刚那些调味料跟这个配料呢，那个口感脆脆的啦，还有这个油条有点迷迷，含下去就化掉那种口感，非常好吃。那我自己调味偏酸。这一站来到我们的意大利在其实欧洲国家很喜欢吃起司配火腿，再搭配一些腌菜。那这一道呢是黑胡椒蛋菜，黑胡椒蛋菜是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个传统菜色。不过我可以感觉到这个酱汁比较浓郁这个有一点像是台湾版本的这个意大利黑胡椒蛋菜。我们就 Buon appetito！ 这边的黑胡椒蛋菜相当的肥美肉非常的厚实，来要开吃。这边的蛋菜新鲜度蛮棒的，而且即便有酱香的裹在上面，我可以吃得到它蛋菜的甜味，很不错。但是酱汁，我觉得那个黑胡椒香气是淡淡的，没有很辣，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菜色，好吃。刚刚那个蛋菜真是太多汁，都喷到脸上。今天它提供4种起司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一款，那我特别喜欢搭配的是这个重口味的朗文起司。那这里有鸡的火腿跟猪的火腿，跟一些我喜欢的腌菜，这样吃起来，哎呀，有点可惜，感觉是不是还杯白酒还是啤酒？比较可惜的是，这里早上没有提供酒精饮料。首先这是马兹拉乳酪长条状的，看起来蛮嫩的这3款都是属于那种 Q 弹 乳香十足的乳酪。再来呢，这个半圆形的叫做贝比贝尔乳酪。这个是卡门贝尔乳酪，跟刚刚的贝比贝尔乳酪有一个差异的是，它的外面的这一圈是他们刻意放到长白色的霉菌。这3款属于那种轻的乳酪的部分，我认为我还是最喜欢这个卡门贝尔，因为它的外皮跟它的内里的口感是有层次感的，里面非常的香浓滑顺，外面带一点脆脆的感觉。这个一款的甜味我也觉得比较重一点，我特别喜欢，推荐给大家。各位观众，朗文起司，俗称臭袜子起司，好不好？为什么我会拿这一道？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有时候就想要被臭一下，是吗？对，怎么个臭法？来，观众闻不到啊，闻一下。大家想要感受一下的话，把它凑进鼻子就对了。那不要吃这么大一块，不然你可能后面3道菜都吃不到味道。那我们幼熟的把它切小块一点，然后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些腌菜一起吃。我好像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怎么办？来，我喜欢搭橄榄，来献给观众啊。咸臭的呢，这就是这个朗文起司的特色啦，就像是泡过盐水的臭袜子放到嘴巴里面一样。好了，再搭配一个小洋葱一起吃，这个吃法适合这个饕客啦朗文起司其实很挑人的，不要轻易尝试哦。再来是它的鸡肉火腿跟这个黑胡椒猪肉火腿，品尝看看啦。来，鸡肉先，老板。你这个用刀的技术，我又不是索隆，对不对？哎呦，没有想到它这种简单的切片火腿也有我喜欢的黑胡椒猪肉，它的这个表皮呢有一点脆口，然后黑胡椒的香气呢带一点烟熏的香气，我个人很爱哦。再搭一下我们的 pickle 一起吃，哇，这一盘非常满足呢。
再来，我们来到了法国 ，Bonjour。今天欧姆蛋来自于法国，我今天搭配的是 double cheese， 还有洋葱跟一些羊菇。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加火腿？因为我觉得欧姆蛋搭烟熏鲑鱼更爽。它旁边有一个冰柜，里面有烟熏鲑鱼的片，而且它是有用茴香腌过的，这个香料味非常的够。再搭配我刚刚的这个烟熏味的 Tabasco， 绝配，推荐一下。可以这样吃哦。你的怎么跟我的不太一样呢？为什么你是鲜奶油？观众你喜欢哪一个？帮我们投票票选一下好吗？我喜欢鲜奶油。鲜奶油搭欧姆蛋干丢，干丢哦，来大概共看买啊。我这颗欧姆蛋我分5段吃，我搭配5种酱料就有5种风味了，好吗？哎呦，有非常多的这个无限种搭配啊，大家自己 DIY 起来。这边的好处就是非常多可以自己搭配的酱料或者是一些配菜。好，那我们就 Bon appetit。这个断面秀有没有像是这个玉子烧，然后铺一个鲑鱼握寿司，好像非常的爽，一口干。都滴下来了。我们来单试一下它的烟熏鲑鱼啊，它这个茴香的量放的蛮多的，然后再加一点酸豆，熏鲑鱼咸度相当的适中，搭配我们这欧姆蛋湿润的口感，哇，还有这个茴香的感觉，个人非常喜欢啊！哎，敬观众。这一盘是我们的甜点啊，一个爱心松饼，送给观众满满的爱啊！啾咪，好了，搭配的是我们的左手边鲜奶油，跟右手边意式冰淇淋 gelato， 这口味非常的特别，它叫做人鱼眼泪。OK， 我真的不晓得它是什么味道，对你们的爱留下了眼泪。没有，你绝对没有做好这种事情。眼泪呢？来，我们开吃，一两滴下来啊，2滴，一滴2滴，1滴鲜奶油，1滴人鱼眼泪，那是1坨2坨好吗？啊，好大一滴啊！来开吃。いただきます。今天没有日式啊，其实它有日式，只是它日式上次我来的时候最好吃的是就是炸猪排那个品相，可它今天竟然没有出，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不开日式了。亏我还准备了台词，可恶！浓郁的卤肉搭配天然海盐，再加入一丝蝶豆花的籽，像空气般的精灵，自由地徜徉在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中，就像看到一个美人鱼。他看到我太开心了，笑到流眼泪，这就是人鱼眼泪的由来。听起来我在家都不要看稿啊。没有，这个官方写的字啊，然后我再改变一下，真的蛮好吃的啦，咸甜的。然后那个蓝色呢，就是那个蝶豆花的色素，吃起来不错哦。
再来，我们来到是南韩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刚刚自己 DIY 的哦，自己烫面，淋上它的炸酱，然后搭配小黄瓜丝，我再跑去沙拉区撒了一点白芝麻 ，DIY 就是爽啊！记得我去南韩的时候呢，落地的第一餐就是在便利商店买了一碗炸酱面的泡面，因为在台湾买不到。结果因为看不懂韩文，在泡面煮好的那一瞬间吃进去，干只有够辣，也差一点原地去世。因为那个泡面碗上面完全没有辣椒的符号，所以这个东西我记忆非常的深刻。这次应该没有辣了吧？我们就拌起来。好香哦！你吸了这么大口，我是很开心啊。你的韩文开动还没跟我们观众讲呢。잘먹겠습니다。这个豆味的酱香非常的浓郁，而且这个每个面条上裹上浓浓的酱，真的蛮好吃的。如果要说它唯一的缺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它可以再咸一点，那个会更够味。真的是挺好吃的，吃光光，难得把这个淀粉类的把它一口气干光。条片哦，那边还有一根面条哦。抹一下鹅肝酱，然后我们送进烤箱，把那个酥脆感烤出来。稍微烤过之后，我们的鹅肝酱会变成油香油香的。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洋葱丝，香菜很重要，有没有不吃香菜的？那不是腌萝卜丝，我是香菜。然后再来就是腌萝卜丝，这是我喜欢的3个组合。再来，我们就去搭配它的牛肉咖喱。再来。我们来到了越南 ，OK， 越南要拿法国面包，为什么会是法国面包呢？因为越南曾经被法国殖民过啦。那今天搭配的是它的越式烤猪肉、柠檬鱼跟它的越式牛肉咖喱，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肉，把它夹进去。我今天要夹的是牛肉，来 DIY 一下啊！看你的牛肉应该是炖得很烂啦，有没有稍微压碎一些？会变成这种牛肉丝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把它夹到这个法国面包里面一起吃，这个香料味很够哦。然后我觉得这个香料味加上这个香菜非常棒，有没有像我们的 Subway 潜艇堡？一口闷，一口闷。在吃之前要用这个越南话跟大家讲一下。摩安坤 ，OK， 来还要看稿啊！各位观众。摩安坤，这个咖喱牛肉的酱香蛮符合我口味的，不过很可惜，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今天 DIY 的比例呢，没有办法把这些配料的层次感做出来。如果有人有这个越南料理的这个技能的人，帮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怎么搭配最好。我刚刚一直有个疑问，你是不是没有加鱼露？没有加鱼露，对我这一边没有加调料，因为我觉得鹅肝酱的部分它带有那个咸香，怕加鱼露太咸。再来我们吃一下越式，应该是香茅烤猪肉哦，它这个是厚切的版本哦，然后带一点点这个肥肉的部分，肥瘦相间最好吃。来开吃，猪肉有一个部位，它的口感是脆中带甜，然后再加上旁边的这个油脂，非常好吃。然后香料的这个香气满满的，这个我也觉得是必拿。再来是它的越式酸辣鱼哦，有满满的香料，辣椒、蒜头、香菜，哇，这个东西呢，好像就是一口干最爽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鱼种哦，是去皮的，下面垫了一点洋葱，开吃。整个香茅的这个香气呢，一咬下去，整个弥漫的整个口腔，酸味淡淡的，然后非常非常的多汁。不过我觉得可惜的是，它这个鱼肉本身呢表现不太强，所以只有鱼的口感不太有这个鱼的那个鲜美的那个味道，不够甜，不够 Q 弹。对，就主要是香料跟这个酸香的这个酱汁的味道，还不错啦。康德士那边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这个东西，你为什么没有拿？
哦，这个其实我看其他的这个 YouTuber 来拍，我自己个人也蛮想吃的。我怕我吃不下，你今天帮我拿的意思是？这个就是只给你看的而已，只能看吗？对，只能看。我好好的看着它。哎，只能看。哎，你这个不是看而已的哦。老板，是不是好吃？超级好吃，它的那个入口的口感绵密滑顺，加上上面 cream cheese， 再增加它那种滑顺感，最后上面的那个培根碎或者是火腿碎片呢，它煎得非常的焦，所以它带来一个丰富的口感跟鲜香，三者融合一体之外，马铃薯皮焦香的那一种脆脆的口感，哇，好爱啊，非常好吃哎！这一道拜托拿起来，拿来大甜点都好吃。再来最后一站，我们要飞香港啊！这个蟹黄烧麦、珍珠丸跟十字排骨。隔壁这一位呢，我刚刚去越南转机顺便带回来的，这是它的粤式海鲜煎饼哦，里头有一些小卷啊、虾仁啊，我也想吃啊，一起做一个收尾的点心啊，就开吃了。那这一杯是什么？这一杯是什么？忘记了，这个香港人或者是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喜欢的美露，好不好？搭配一下这饭啦，原味开吃。它的烧麦肉感十分的扎实，越嚼越甜，还有淡淡的这个蟹黄尾韵，还不错，好吃。你确定不是沾美露的甜味吗？哇，这个美露好浓啊！这大概是我喝到现在以来最浓的之一，真好喝。再来珍珠丸，刚刚的烧麦的肉不错，我就对这个期待值拉高了。这边我有一个这个他们叫镇江醋哦，就是红醋啦。哦，吃腻的话可以沾一点点酸味，我个人很喜欢，酸香很不错。开动。那老板，美露你喜欢喝酸的吗？饭肉的饭比较多一点点，嚼着嚼着，我有一种在吃油饭的感觉。哦，我觉得算是蛮好吃的。不过如果肉可以再更多一点的话，我会更喜欢。下面一位是汁排骨，今天拿的分量不是很多啦，2块一起，1口闷。来，开动！今天的猪肉都非常好吃，从猪脚到十字排骨，也都是越嚼越香。那个猪肉的甜味很棒，而且它的那个肉感是我喜欢的那种口感，很棒，推荐给大家。再来，刚刚路过越南拿的虾仁、小章鱼，加上它的面糊，1口闷。这个要沾酱，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自己 DIY， 找你喜欢的酱汁，搭配起来应该是非常好吃。你可以感受到上面面皮煎的焦脆的那种爽脆感，下面2个海鲜带有点淡淡的甜味，蛮好吃的煎饼，我觉得比韩式煎饼好吃。等下他们开战你就糟糕了。这边有几个特别的这个腌制水果，包含了这个糖渍西洋梨，还有糖渍葡萄柚，另外一个是红酒糖渍杏桃。那我觉得它的甜度一定很高，对不对？搭配了一个原味优格与蜂蜜，我们就开吃吧。吃一下西洋梨、葡萄柚，哦，好酸啊！葡萄柚一直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加了多少糖，你永远都会感受到它的酸，会在最后狠狠的打你一巴掌。对，那是它的风格。来，红酒杏桃，啊，我醉了。看你这个这样是想要做一个水果优格哦。是，不好意思，它太调皮了。
再淋上它的糖浆。喝没？你这个血糖一测下去直接爆了。蜂蜜糖渍优格，先来一口优格哈。哇哦，蛮好吃的。红酒、肉桂、蜂蜜，好3个香气，还有那个糖浆的那个甜，非常好吃。自由搭配啦，这个也是自己 DIY 的。今天 DIY 好多次，快抽干我的身体了。又到总结时间啦！看看我手上这杯是什么？这个不是他们的咖啡，我们都要走了，你还给人家外带吗？店家说每个客人离场的时候都可以合规定的带走一杯星巴克咖啡。我今天拿走的是富列白小白咖啡，来自澳洲的特调。今天我们来吃的是早午餐，所以我其实是在吃我的早餐的，准备1餐饱3餐，确实真的是饱到天灵盖了。今天的菜色呢，我觉得以早餐的心情来讲，最喜欢的是烟熏鲑鱼佐欧姆蛋，这是一个适合早餐的一个菜品。但是呢，这边的这个菜色的多元性真的是非常的屌啊！我们刚刚开箱了几个国家，我猜应该有10个以上。这边餐点的多元性，跟它使用了食材的高级，牛肉、猪肉。各类海鲜应有尽有，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爽。以吃早餐来讲，2个小时算是相当的充裕。他们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如果有带小朋友，这边餐厅呢内建一个儿童游戏区，因为我们小朋友呢通常没有办法跟大人一起坐着吃2小时，你就可以把它抓过去放生，哇，我们再回来慢慢爽吃。真的是体验非常好。我们今天来用餐的时段呢是平日的早上，那它的价格呢是打卡，它就可以算是599一个人。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可以品尝到这样的菜品，我个人觉得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每周五早上6点准时上线。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热推。我们下次见。